乔涵抿抿唇后，说到明年的事，明年才知道，往往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。程庆笑也是呢，明天的事，谁都不知道计划好的事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出现，让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。乔总介意一起逛逛吗？乔涵想了想后，还是婉拒了程庆的好意。他也说得很直白，在大家的眼里，我是战浩宇的绯闻男友，程小姐是苏总请来的贵客，跟我走在一起，多少都会影响到程小姐的。程庆没想到乔涵会这样说，他笑道：“我也不好勉强乔总了。乔总让我感到很意外，是不是觉得我承认自己是战浩宇的绯闻男友？”程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乔涵难得的笑道：“从战浩宇公开追求我开始，我和他就被大家捆绑在一起了。他对我的追求劲儿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，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，我也能坦然面对。乔总接受了战三少爷的追求啊？”程庆八卦地问了一句。他是见乔涵坦然地面对现实，并不逃避，也不生气，才那个大胆的冒昧的八卦一句。乔涵没有看程庆，他目视着前方，沉默了良久后，说了句：“我承认我心动了。”程庆，可是你们这样的情况，世俗是很难接受的。日子是我们在过，只要我们过得开心就行，管别人怎么看我们。况且他又不是真的男人。用战浩宇的话说，他假扮男人20几年又如何，都改变不了他是个女人的事实。也是我们自己过得开心就好，只要你们双方的亲人能够接受，那就不用管别人怎么看的。战家的长辈我瞧着都很开明，以前也听说过战家长辈特别开明的呀，他们对乔总你热情得很，并不像是会嫌弃的样子，更没有阻拦你们在一起的意思。乔涵笑了笑，承认地道：“是的，他们很开明，对我是很好，很热情，把我当成儿媳妇来看待了。我爸妈也是将战浩宇当成女婿看待。”程庆从乔涵这话里听到了藏在其中的信息，就是乔涵和战浩宇之间，乔涵是被当成女人看待的，那就是瘦了呀。今天来这一趟真的值呀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写作素材。可惜他不会写啊，他也很少看，就算看也是看武侠或者灵异类的，言情类的他一般不看，不喜欢看卿卿我我的剧情。哥，乔轩从远处走过来，远远便叫喊了。乔涵望向弟弟，那尖尖的笑容敛了起来，换上了严肃的表情。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乔轩走过来，看到程庆，他礼貌地点头。程庆回以微笑，然后对乔涵说道：“乔总，我先走。”乔涵点了点头，程庆很快便走开。就等他走远后，乔轩问着姐姐：“刚刚那位美女是哪家千金啊？”“我没有见过她呢，就长得很有吸引力。”乔涵瞪着他，警告地道：“你可别打她的主意，那是苏家少主的菜。程庆，云城程家武馆馆长的千金，打小就习武，有一身不错的功夫。现在是程家武馆的教练，是个很爽快的女孩子，人也很纯粹，没有花花肠子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人了。除了小孩子，他看到的都是有心机的人，就连小孩子有些也颇有心机，那可能是他的圈子本就是戴着面具的人吧。”苏腾带着程庆过来的时候，乔轩不在现场，他不知道程庆是苏腾的人。听了姐姐的话后，乔轩颇是遗憾地道：“是苏家少主的菜呀，那真不敢碰呢，我看他很顺眼的。苏家少主不是有病吗？就是禁不得女人的病，说是对女人没有反应，就对男人也没有反应的。说的好听是寡情病，说的难听点，他就是不行吧。”这话乔轩也就是在姐姐面前说说，不敢往外说。苏腾可不好惹，谁吃饱撑着没事做，
跑去招惹苏腾呀，又不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乔涵又瞪着弟弟，低冷的道：寡情病还有就不行就不行了，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呀。苏少主只要遇到让他能有反应的女孩子，就和正常人没两样啊。程小姐是个幸运儿，她这辈子都不用担心苏少主有二心，战浩宇也不会有二心的。乔轩替未来姐夫说了句话，乔涵不接话。战浩宇的祖父辈都没有人出轨的，到了战浩宇这一代，他们都还年轻未婚，谁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变心？未来的变化是巨大的，程小姐就是那个能治好苏少主的女孩子吗？苏少主试过了。乔轩回到八卦中心，免得姐姐想到未来的事不开心。未来的事谁知道会怎么变化？他觉得不用去想，过好每一天便是。战浩宇应该也不会变心。乔轩对未来姐夫还是有8、9分的信心的。乔涵忍不住敲了弟弟一记，没好气的道：战少的迎亲队伍在回来的路上了，等他们回来，你去问问苏少主，不就知道答案了？我又不是苏少主，怎么知道他试过没有？苏少主的八卦，若不是他愿意让大家看到，谁敢去打听？这能打听得到吗？苏腾带着程沁出现在战印的婚礼上，的确引人注目，很多人都好奇得很，但没有人敢当面问苏腾的。与苏家关系特别好的人家，会去苏家主那里打听打听消息。苏家主夫妻俩，甚至是整个苏氏家族，看到苏腾带着程沁公然亮相，那是兴奋异常的。今天在悠悠山庄，苏家人的兴奋劲儿直追战家，那不知情的人呢，还以为是苏家在办喜事呢。所以不用问也知道程沁是苏腾的菜了。乔轩摸摸鼻子，我也不敢去打听，以为姐能听到呢。战浩宇没说，他也是和我们一起回来的，哪知道那么多，以为他是百事通，事事都知道，就是苏家都还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呢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跟着爸妈，多认识点老总们，乔氏以后还是要交回到你手里的。乔涵催着弟弟回到父母身边，不要打扰他独行。乔轩嘀咕着姐这事，为你以后嫁人做准备了吗？就算你嫁了人，依旧可以打理着乔氏集团，爸妈就咱们2个孩子，家产肯定是要平分的。乔氏集团也有一半是属于姐的，我觉得咱们俩的职位不要变动才好。乔涵好笑的道：我累了这么多年，想退到2线休息休息不行，你是男人就要顶天立地的，该你承担的责任你去承担，我不觉得接管公司就是我的责任，姐也有继承权，咱们俩都有着责任。姐什么时候嫁人呀？你出嫁的时候，蜜月期间我可以挑大梁，姐怀孕给我生外甥的时候，我也能挑大梁。不该让战浩宇挑大梁，是他把我姐姐娶走了，就该让他挑大梁。一落，乔轩又遭到了他姐的一巴掌，人家没有欠着你的，少给我找借口，滚回爸妈身边去，不想结交商界大佬，相看一下也是可以的，看看有没有你看得上眼的女孩子，年纪不小了，该娶妻了。我倒是觉得程小姐不错。在姐姐的瞪视下，乔轩不敢再说下去，嘻嘻的笑。他也不是对程沁一见钟情，就是见到了不一样的美女，他的本性就是欣赏，想结交是若红颜知己的，你红颜知己一大堆了，不差程小姐一人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能承受得起苏少主的炮轰，就去接近程小姐，出了事不要向我求助，我不会帮你收拾残局，只要苏少主不把你打残，我都不会出面啊。姐，你真狠。为了我的小命着想，我会离程小姐远远的，她的红颜知己是一大堆，没必要去结交程沁，那是苏腾的菜，为了活命，最好不要去和老虎抢肉吃，很容易呢就会成为老虎的盘中餐。我走了哈，姐不要想我呀。乔涵忍不住笑道。
我想谁都不会想你滚你的吧。乔轩做事就要往地上滚，看到他姐抬脚要踹他，他赶紧跑了。臭小子！乔涵低低的笑骂一句。姐弟俩就相差了10分钟，感觉弟弟比他小了10年似的。那弟弟走后呢，乔涵没有走太远，在附近一座凉亭坐下。没多久，天色变了。这从晴天变成了阴天，再到雨天，没有想到会下雨。乔涵没有带着雨伞，他只能继续待在凉亭底下避雨。好在呢，这场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不到半个小时，雨停，云开，太阳公公又冒出头来。乔涵听到了熟悉的叫喊声，是战浩宇的。战浩宇捧着一束花由远而近，看到他，乔涵站了起来，走到凉亭的入口处，等着他近前啊。战浩宇捧着那束花步入了凉亭，他是跟着战印一起去海家接亲的，同样的一身黑色西装，衬得他越加的风神俊朗的。乔涵见惯了他的帅气，都觉得今天的他特别的俊秀。战少接亲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雨停的时候，大嫂就进门，大晴天的，没想到还是变天下了一场雨。长辈们说那是大嫂平时爱喝汤，所以出嫁当天就会下雨。乔涵莞尔，还有这样的说法？我平时也爱喝汤呢，是不是以后她出嫁时也会下雨？老人家是那样说的，我觉得吧。那是凑巧的，天气多变，很正常。战浩宇笑着将那束花递到了乔涵的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新娘的棒花，被我抢到了。都说抢到新娘棒花的人，就是下一个结婚的人，希望那是真的吧。乔涵，这花送给你，希望我们能沾到大哥大嫂的喜气。”乔涵略一迟疑，才接过战浩宇递来的那束花。他说道：“在别人的眼里，你是同性恋。看到你抢了你大嫂的棒花送给我，关于咱们俩同性恋的话题就更热烈了。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只要你知道我是个正常的男人就行。”乔涵本能的道：“我可不知道你正不正常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像苏少主那样？我随时配合你，让你验证一下我是否正常，保障你的下半生的美好生活。”说错话了，好在战浩宇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，怕他会脸红。那他就问他：“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欣赏你们家的风景，不喜欢和别人一起，就独自一个人了？”乔家一家4口都来了战家喝喜酒，乔涵这一次没有带着他的贴身保镖，有战浩宇在，他相信自己不会有事的。在战家的地盘上，战家也能保证每一个客人的安全呀。刚开始你会觉得这里很漂亮，长期住在这里，你就觉得很平常的了。我们年轻一辈的更喜欢住在外面呢。战浩宇牵起了乔涵的一只手，笑道：“不过你能喜欢这里，我很开心，只要你喜欢，以后我们就住回山庄。虽然我们更喜欢住在外面，却也承认在山庄里生活更安静、悠闲、惬意。他们喜欢住在外面，是远离长辈，不用一举一动都被长辈盯着，也是为了方便上班。毕竟山庄离市区挺远的。大嫂进门了，婚宴也要开始了，我们回屋里去。”乔涵抽回了被他牵着的手。好。战浩宇再次握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反正在别人的眼里，咱们就是一对公与兽呀，牵牵手怎么了？”乔涵无言以对，看这个男人的眼神带着嗔怪。“乔涵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会忍不住想亲你，到时候被人看到了，我脸皮厚无所谓，你脸皮薄受不住，然后回到江城不想搭理我，我怎么办？”他追妻追得很艰难的，人家苏少主才找到程小姐呢，都发展到带着程小姐前来参加他大哥的婚礼了，动作那叫一个快呀。战浩宇承认自己行动起来很慢，年初收到奶奶给的相片，年终才开始行动，
硬是拖了半年。如今离过年都不远了，乔涵都还没有公开他女人的身份，说明乔涵对他们的未来就还没有下定决心的，不一定会嫁他。对他的感情呢，也是刚起步，未到深爱的地步。乔涵看他，你大哥的婚礼过后，你还要去江城？你在江城，我当然要去江城，除非你跟着我回了管城。乔涵，你还真是闲。我从毕业后就帮着我大哥打理着家族事业。大哥说我嘴挑，厨艺也好，安排我接管了餐饮业。说要是管城大酒店的饭菜不合我胃口，也无法征服客人的胃。从我接管战氏集团旗下的餐饮业，到现在也有将近10年了。在我的工作岗位上，我稳如老狗，就算不在管城，各大酒店也能正常运营。何况我管着的各大酒店还有总经理，好几个副总的，只有重要的事情才需要我处理。我就算常住在江城，也不会受到影响。于我来说，今年能否留在家里过年，不被奶奶赶出门才是最重要的。乔涵听他说过，他要是追不到他，今年过年就会被奶奶赶出家门。不准在家里过年。他好奇地问，你奶奶真的会将你赶出去，不让你回家过年？奶奶是个那么好，那样开明的人。我觉得他老人家可能是吓你们的，因为你们个个都孝顺着他老人家，他就这样吓你们，让你们按他的安排去做。浩宇，不怕你生气，我觉得你奶奶这样安排你们的人生大事，有点霸道了。婚姻不能强扭，酱扭的瓜儿不会甜。你奶奶却在人生大事上帮你们安排了妻子人选，还都是你们以前没有见过、不认识的女孩子。他老人家就不担心你们不喜欢女方，但为了孝顺他，不爱也娶了那个女孩子，一辈子过得不幸福的吗？战浩宇没有生气，他只是说到奶奶的做法看似大家长做法，霸道得很，但是老人家盼着我们好，最了解我们却是事实。我们在感情方面都是一张白纸，就算年少时曾有过喜欢的女生，那是不成熟的，并没有往深里发展，那也是每个人在青春少年期的正常反应。等到我们毕业成熟时，早就忘记了以前的那点子喜欢了。感情上的空白，让奶奶敢放心大胆地帮我们填充，按照我们的性格，就帮我们选定适合我们的另一半。奶奶是说1年为期，完成不了任务的就不让我们在家里过年。这的确是下我们的成分居多，1年期限却是真的。如果1年的时间都无法让我们和他选定的女孩子培养出感情，说明我们和女孩子们的确不适合。奶奶会接受现实，不会真的逼迫我们娶自己不爱的女孩子为妻。奶奶倒是不心疼我们婚后日子过得不好，她老人家是不想害了人家的女儿。可能真正让奶奶不顾一切的对象，只有大哥和大嫂吧。好在奶奶赌对了，今天大哥大嫂办婚礼，便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大哥和大嫂是因为那位大师说过的话，大师说大哥就只有一次桃花开的机会，不抓住机会，大哥就会一辈子不婚。他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，爷爷到死时都在担心，会孤独终老的就是大哥。对我们奶奶都是给了机会的，没有像大哥大嫂那样直接就领了结婚证，走的先婚后爱的路线。你看我对你一开始多抗拒啊，老是抱怨奶奶给我找了个男人，明明我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却要把我绊歪了。如今我还不是爱上了你？战浩宇说了一大堆啊。乔涵笑道，我明白了。乔涵，我奶奶绝对是天底下最好的奶奶，以后你跟她老人家相处的次数多了，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战奶奶的名声很好，人缘也很好。乔涵认可战奶奶的人品，就是战奶奶对孙子们人生大事的安排，让乔涵诸多的不解。战浩宇也不是第一次向他解释，
他能听得明白，却始终无法共情。可能他不是战家人，不在战家长大的缘故吧。他也发现了战浩宇等人的父母并不操心儿子们的婚事，由着战奶奶折腾的。不管战奶奶给他们挑选的儿媳妇长相如何，家庭背景如何，他们全盘接收。可能是做父母的不够负责任吧，闲得无聊的战奶奶才会对孙子们的婚事大包大揽。我奶奶的名声和人缘是管成最好的，以前我们战氏和商氏是死对头，只要对上我奶奶，商氏都会礼让3分。战浩宇说的一脸的自豪，随即又说到希望奶奶能够长命百岁，看到我们兄弟9人都成家立室，看到曾孙辈出生，他老人家总是念叨着我爷爷，说很想我爷爷了，可是爷爷说了，他不在了，儿孙就交给他了。他也经常骂我爷爷，骂我爷爷不负责任，儿孙一大堆。老头子自己腿一蹬，登西天享极乐去了，留下他来操心。我爷爷和奶奶的感情极好，奶奶做这些也是为了爷爷。爷爷死时放心不下儿孙，奶奶就操心着孙子们的婚事，那样呢，爷爷在9泉之下都能安息。悠悠山庄都是爷爷为奶奶打造的家园。乔涵反握住战浩宇的手，战浩宇提及他爷爷奶奶的时候，情绪有着明显的变化。乔涵猜测，战浩宇兄弟9人，对爷爷的感情也是极深的。爷爷离世多年，提及他们都会难过，而最难受的必定是战奶奶。奶奶啊，会长命百岁的，我看奶奶身体很好，再活个20年都不成问题。战浩宇就点头嗯着。2个人手牵着手往中心主屋而去。那在半路上，他们遇到了去寻找程庆的苏腾。苏总，2个人呢停下来和苏腾打招呼。苏腾扫了一眼2个人牵着的手，说到程庆迷路了，我去接他吧。程庆独自在悠悠山庄闲逛，逛着逛着就迷路了。虽说他是第2次来悠悠山庄，山庄实在太大，第1次来的时候，他在苏腾的带领下，也只是走马观花，记不住所有的路线。山庄内啊，那些路呀，就纵横交错的，有很多路线的景物看着又差不多的样子，不熟悉的人是容易迷路。战浩宇笑道：“苏总快去吧，在悠悠山庄迷路的人，程庆不是第1个，也不会是最后1个。客人们怎么样，海童不知道啊。”他进门后，在婚宴上也就是跟着战印给一些长辈敬了酒，酒是战印喝的。她怀孕了不能喝酒，之后她就被担心她会累坏的丈夫送回婚房里休息。海童也的确是累了，一回到婚房，她倒头就要睡。战印笑着拉扶起她，说道：“洗个澡，换了衣服再睡吧。晚上不用我出去待客了吗？晚上我都回来了，哪里还要出去待客？今天一整天，咱们都累了，要早点休息。”战印搂着她的腰肢，把她搂入怀里，心疼的道：“今天累坏你了。”海童依偎在他的怀里，说道：“就是困得厉害，昨晚没有睡多久，天刚亮就被我姐叫起来了，一整天都是靠着意志力硬撑着的，现在眼皮直打架，提醒我快点不眠。”战印松开了他：“我去帮你放洗澡水，等你洗完澡我再出去，免得你洗着洗着就睡着了。谢谢老公。”海童没有拒绝他的体贴，也被他体贴惯了。有他在，他可以真正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什么都不用做的。别看这个男人在外面总是绷着一张脸，表情严肃的能吓哭小朋友，体贴一个人的时候能醉死人啊。他就是一点点沉沦在他的温柔体贴里，爱上他，爱得无法自拔的呀。海童在战印的脸上亲了亲，得到了爱妻的亲吻。战印心满意足的进了浴室帮他放洗澡水，
放好洗澡水后，他出来，温和地道：“彤彤，你先去洗澡，我帮你拿衣服，晚上你也不用出去了。饿了，我给你送点吃的进来。好好休息，我帮你拿睡衣吧。睡着后，我估计能睡到明天吧。”战一笑：“那就睡到明天，明天起来就有早餐吃了，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。”海童边走向浴室边问他：“虽说我们俩领证1年多了，今天才办婚礼，明天新婚第2天，我要不要早起给大家准备早餐？”“不用，你要是早起为大家准备早餐，我还得挨骂，家里长辈保证会把我骂个狗血淋头。你现在是咱们家里的国宝，最主要的就是休息好，吃好喝好，保持心情愉快，其他事交给我就行。”海童笑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这小家伙是个有福的，要是个女儿，那真的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像妍妍那样，要是个女儿，让她和妍妍成为朋友；要是儿子，跟妍妍做夫妻，多好呀！战意失笑：“你不考虑和苏南结亲家了？之前呢，总是念叨着生子就和苏南的儿子结拜兄弟，生女儿就和苏南当亲家的。”海童见到妍妍就变心了，还是等孩子出生后再说吧。妍妍估计也轮不到咱们的儿子龙庭守着呢，孩子这么小，以后的事谁知道？说龙庭守着为之过早。战意想着自己生的是儿子，苏南的也是儿子，的确可以盯一盯妍妍。龙庭名义上是穆情夫妻俩的养子，与君妍是兄妹关系呢。哪怕是没有血缘的兄妹，况且孩子们才多大，现在说不了未来的事。不是所有青梅竹马都会成为恋人的，那有些青梅竹马会成为兄妹。小军觉得她怀的是儿子，我也觉得我肚里这个小东西是个男宝宝，可能咱们2家的孩子只能做兄弟了，就像你和苏南一样，也挺好的呀。战印虽然也喜欢女儿，由于领证后1年，海童才怀孕，他觉得能拥有属于夫妻俩的孩子就很幸福了，是儿子是女儿都无所谓了。是的，挺好的，我去洗澡了。别睡着，我等你15分钟。你不出来，我就进去了，免得你在里面睡着。他再累再困，也不会在洗澡时睡着。不过战印的体贴，细微的关心，让他心里甜丝丝的。今天他实现了他许下的承诺，给他一场轰动馆城的婚礼，他做到了。她是他最美丽的新娘，他也做到了呀。希望以后夫妻俩感情能够一直好的如同初恋，能够儿女双全，能够白头到老。15分钟后啊，海童是1分钟不多也不少，刚好15分钟后就出来了。刚走出浴室，他便被他家男人拦腰抱了起来。他含笑搂抱着他的脖子，那看着他的俊颜是越看越喜欢呀。战印抱着他走到床边，弯腰将他轻轻地放躺在铺在大红喜字的婚床上，他俯身在他的额上印下一吻，柔声说道：“睡吧，你也别喝太多的酒，早点回来。”战印看看时间，说道：“天一黑，我就回来，放心，我不会喝醉的。明天我还要早起给你准备早餐呢，家里有那么多工人。其实不用你早起的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昨晚想来你也没有睡好吧，要多休息。你喜欢吃我做的早餐，做的饭菜我就给你做。这个月我们都休婚假，就让我给你当1个月的主夫吧。3朝回门后，我带你在咱们馆城自驾游。”海童想到坐车坐的时间长了，或者走累了，小腹会隐隐痛，摇头拒绝了。他说道：“我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吧。虽说我认为我身体很好，却不得不承认，怀孕了就是不一样。走路走得太多，累了，我小腹会隐隐有痛感。”
这孩子对我来说是来之不易的，还是要小心点，特别是在前3个月。我现在妊娠反应又强烈。闻言，战印顿时紧张不已，连忙问他：今天你也累了一整天，怎么样？现在小腹会痛吗？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。现在不会，我是说走路走得太多，太累才会。平时在公司里，他又不用走来走去，需要出差的事都是商小飞做了。他和沈小军2个孕妇是留在公司里坐镇的。辛苦小飞了。小飞说要等他生了孩子再和军人结婚，一是想让他参加婚礼，二是考虑到他和小军都是孕妇，公司的很多事情都只能是商小飞去跑了。战印严肃地道：以后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要自己杠着哈，更不要瞒着。海彤连忙说道：知道了。我就是刚怀孕那会儿，不知道是怀上了，在外面跑得多了，觉得小腹会有点隐痛，后知道怀孕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当时也不敢告诉战印，怕战印担心。战印想到她怀孕不能出远门度蜜月，想带着她在管城自驾游，他是考虑到自驾游也会累才说了出来。听他说是以前的事，战印才放下心来。从知道她怀孕开始，就她的确是减少了工作量，不会再和商小飞跑来跑去，在公司上班倒是不会累着她。她的体能算是很好的了，毕竟是练过拳脚功夫的人，又没有娇生惯养，属于是吃着苦长大的人。战印其实很想劝她在婚嫁过后还是留在家里养胎的，知道她不会同意，况且婚嫁过后她怀孕也将近3个月，坐稳了胎，只要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东奔西走，没太大影响。战印终究是没有劝说她，免得新婚第1天就闹得不愉快。他也相信海彤不会拿孩子来开玩笑，若是撑不住，他绝不会硬撑的，就让他能出去做一点轻松的事情，例如去书店和小军一起看着书店，或者在公司里看看文件，安排一下工作给下属，让他的日子过得充实一点。他心情好，有一胎儿的健康发育成长。老公，你快出去招待客人吧，我睡一会儿，要是你回来时我还在睡，你别叫醒我，我要是醒了再给你发信息，给我带点吃的进来。好。战印宠溺地应着，再次在他的额上印下一吻。困得要命的海彤都没有一丝的挣扎，就跟着周公走了。战印见他都不用5分钟时间，就进入了梦乡，知道他确实是累得慌。本来怀孕后他就是睡，要是没有人叫他，他能在床上睡上一整天，睡得连饭都不吃。今天累坏了，他就更困了。战印温厚的大掌落在他那还是平坦的小腹上，怀孕的月份尚浅，他感受不到他腹中小生命的存在。再过2、3个月有了胎动，他就能感受到了。战印俯下身去，在海彤的肚子上亲了亲，对着他的肚子低喃着：宝贝，你也要乖乖的，别折腾你妈妈，让妈妈好好的睡一觉。又坐了几分钟，战印才站起来，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婚房。别人结婚可能会有人闹洞房，战印结婚没有人敢来闹洞房。婚宴上海彤不宜饮酒的事，大家就心知肚明了。怪不得战少的婚礼会提前办呢，原来是大少奶奶怀孕了。当初那些人背地里讽刺海彤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等着海彤因为不能生育被赶出战家大门的人。这下子失望透顶了，人家海彤能怀孕，并且呢现在怀上了身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有人想借着大喜日子闹一闹战少的，都不敢有动作了。万一闹得海彤肚里的宝宝出什么事，他们可承担不起这责任。看到战印送海彤回婚房，待了很长时间出来时，又只有战印一个人，知道海彤是休息了，也没有人会说什么。孕妇呢本来就容易累啊，
战印虽说重回婚宴上待客，也没有待太长时间，天一黑他就走了，回房陪他老婆大人一起梦周公去。至于满堂宾客，他弟弟那么多，交给弟弟们了。然后呢，战印的婚礼，喝醉的却是他的弟弟们，还有伴郎团，连海童的伴娘团都不能幸免。在婚宴结束时，个个都醉醺醺的，需要人挽扶着才能走路。海童一直睡，睡到自然醒来，天一亮啊。他没有看时间之前，以为是天还没有黑呢，就等他从床头柜上拿过手机，看了时间后，才知道自己睡到了隔天的清晨。身边的新婚丈夫早就起来，不用问也知道他是在楼下，给他准备爱心早餐。就他从傍晚便睡到现在，醒来很快便觉得饿了。不过睡了那么长时间，此刻他的精神特别好，没有赖床，他坐起来就要下床，猛然发现床尾还有个人，还是他的外甥洋洋。哇，海童傻了傻眼啊，洋洋怎么会在他的房里？看到小家伙睡在床尾，没有盖着被子，昨天穿上的小西装服也换掉。海童猜测他可能是在战印起床后才进来的，然后想等着他醒来，结果小家伙自己又睡着了。海童爬到床尾去，想抱起外甥，放他躺下。他刚抱起洋洋，洋洋就醒了。睁开眼看到是小姨，洋洋软软的叫了一声小姨，然后他两手就搂抱着海童。洋洋还想睡吗？海童抱着他问道。不睡了。洋洋醒了，洋洋想小姨，来看小姨。姨丈说小姨在睡，让我在这里看着。看着看着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睡着了。洋洋说完，滑出了海童的怀抱，睁着大眼睛对海童说道：小姨，瞌睡是会传染的吗？海童笑道：可能有点吧。哇，你昨晚很晚才睡吗？洋洋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头，说道：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我只记得我爬上了三叔的大腿，三叔抱着我的之后我就没有印象了。等他醒来是在床上，虽说是游游山庄的常客，不过醒来没有看到妈妈，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找小姨。他跑来敲门，姨丈给他开门的。姨丈说要下楼给小姨做早餐，让他在房里等着小姨醒来，但不能吵着小姨，不能叫醒小姨，要等小姨自己醒来。海童笑道：你这是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啊？小姨，你现在还累吗？还要睡吗？不累，不困了，小姨要起床了。你要睡的话，可以在小姨这里再睡一会儿吧，现天色还早呢。不过是清晨7点，的确很早，很多上班的人在这个点都还没有起床呢。海童是早起习惯了，我也不睡了。小姨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海玲并没有送假，她在海家等着妹妹3朝回门。洋洋是花童，所以跟着小姨一起来了战家，想妈妈了。洋洋点点头。海童边下床边说道：明天才是小姨回门的日子呢，今天你还要在这里陪小姨一天，明天跟着小姨一起回门，或者小姨让人送你回去。